这种会上树的羊拉的屎，竟然是当地有名的美食。当地人会在里面加入少量蜂蜜后，用来蘸着面包吃，据说口感醇香浓厚，跟我们吃的麻酱有相似的味道。就是这一群会上树的摩洛哥山羊，它们的蹄子分开后可以牢牢卡在树杈中，站在树上如履平地。山羊上的也并不是普通的树木，而是当地一种非常珍贵的阿甘树。这种树能生存上百年，果实富含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，果核则可以榨油。手动去皮的话比较费劲，所以山羊上树就扮演了一个去皮机的功能，不但能喂饱这些山羊，还能省下不少的工序。山羊无法消化果核，会随着粪便排出，果核经过山羊的消化后，会形成一种独特的风味，令当地人神魂颠倒。当地人收集这些粪便，在里面筛选出果核，经过手动清洗、低温烘烤，然后再将其用石磨碾碎，这样就生产出了阿甘油。阿甘油被称作液体黄金，是公认的天然护肤品，还可以作为护发素，能修复受损的毛发。另外，阿甘油还是绝佳的食用油，味道醇香浓厚，据说价格很高，大约每升300美元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贵的油。为了大规模的榨取阿甘油，现在都会采用机器榨油，这种方式出油率高，但是会少了一种风味。榨油后剩余的残渣，味道和我们吃的芝麻酱颇为相似。摩洛哥人会加入少量的蜂蜜，用来蘸着面包吃。如今在摩洛哥的很多地区，仍然可以看到山羊上树的场景，但已经变成了旅游景点，游客可以和他们合影，但很少能吃到羊屎炸的油了。这个公寓的住户凌晨4点必须起床，然后捂着耳朵站在墙角，也并不是他们想起床，而是被一个怪声吵醒的。每到凌晨4点，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，有时声音又像小孩在楼顶玩玻璃球的声音。物业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声音仍然存在。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，公寓住户都被搞得精神崩溃。这个大妈就受不了了，长期折磨让她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现在只能在外面租房住。大家偷偷安装了监控，想看看到底有多夸张。一到凌晨4点，震耳欲聋的声音把摄像小哥都吓一跳，噪音高达90分贝。要知道地铁站的噪音才81分贝而已。大家发现用铁锤敲打瓷砖的声音和这怪声很像，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到底是什么人会一直制造这种声音呢？犯罪心理学家表示，半夜发出这种声音能影响人们的生活，这可以让他内心得到莫大的满足。这种人就是心理变态。大家决定找到这个罪魁祸首，准备了10多台监控，蹲守在大楼各个角落。结果几天下来，这怪声突然神秘消失了。大家猜测，这个制造噪音的人已经害怕了，其实没必要再调查了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回访，物业表示自从节目组开始调查后，声音就没再出现过。这下大家都能安心睡觉了。一群男人在尼姑庵偷偷安了监控，正对着寺院里的一座荒废电梯。男人还趴在电梯口左看右看。这群人并不是变态，只是这电梯有点怪。晚上等师太们睡着后，寺院里的电梯就会传来怪声。师太说这怪声是1个月前开始的，接着拿出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这声音像是有什么活物在叫，但他又不敢肯定是什么。说来也是奇怪，师太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，声音就会立马停止。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，关键这是佛门禁地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呀，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。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。有次师太吹口哨，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。关键这电梯已经荒废7年了，内部都是积水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在这种环境下存活1个月呢？大家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，结果左看右看，除了一潭死水和一些电器设备外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太想用吹口哨的方式来召唤他，这次未能如愿，下面没有任何回应，还是静悄悄的。那现在咋办呢？大家决定拆电梯，接着又把水抽干了。摄像小哥壮着胆子爬了下去，环顾四周没发现任何活物，真是见了鬼了。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一只树蛙跳了出来，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？专家把录到的声音和树蛙的声音做了对比，确认这怪声就是树蛙发出来的。之所以叫声和平时有区别，是因为电梯里的这只正处发情期，所以刚开始才没听出来。师太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你别说，现在看起来这小东西还蛮可爱的，那就留在寺院念经吧。大爷每天用3轮车拉着1瓶可乐，去哪都带着，说可乐能保命，生病了可以不吃药，但不能不喝可乐。困了渴了来1瓶，干活累了来1瓶，就这样每天6瓶，喝了20年，足足喝掉了43800瓶。最急的人是奶奶，怕他喝死了，爷爷一句无所屌味，转身又炫了1瓶1.5升的汽水，喝完再满意的打个嗝，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刻。现在可乐还被他研究出了新喝法，在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，搅拌一下做成了可乐汤饭，连汤带水一口闷，夏天来这么一口，别提多清爽了。大爷说自己爱上可乐，都是因为20年前的一件事。他曾经嗜酒如命，有天喝到胃痛，随手拿起可乐喝了几口，胃里一下就不痛了，也不知怎么的就上瘾了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，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，也无所屌味。奶奶想带他去补牙，大爷却觉得浪费钱，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？可乐在手精神抖擞，根本不用去医院。最后他还是被大家带去了医院，医生说他大部分牙都坏掉了，基本上没啥用了。随着检查的深入，您猜怎么着？
大爷除了牙有问题，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好，也没有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，但医生还是建议他减少用量。大爷轻蔑一笑，转身就走出了医院，说可乐是自己的快乐水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快乐不了几年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这都无所屌味。说完接着炫了一瓶回家了。在这里娶老婆主要靠抢，当街看上不认识的女孩，就可以明目张胆的抢回家做老婆。女孩父母知道后，不但不报警，反而会热情招待绑匪。只因这里有个奇葩的习俗，这个男孩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万事俱备，就缺新娘了。现在只需要去街上抢一个女孩回来就行了。新郎说和这个要抢的女孩仅见过几次，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她，于是就开始策划绑架细节，已经策划了1个月。临出发时，新郎的长辈还叮嘱，千万别让他跑了，抢人尽量小心一点，别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随后他们来到女孩家附近，先联系上了女孩的闺蜜，让闺蜜叫上女孩去打水，帮他们把女孩引出来。他们紧随其后伺机而动。街边的大妈早已看破一切，但什么都没说，好像已经习惯了。很快女孩和闺蜜提着水桶出了门，女孩显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闺蜜出卖。新郎的朋友紧随其后，见时机成熟，朋友示意司机跟上来，时刻准备着。男孩们装成路人慢慢靠近，趁女孩不注意，直接下手架了起来，接着硬生生把女孩塞进车里。节目组大为震惊，这跟真实的绑架没有一点区别。女孩声嘶力竭地叫着妈妈妈妈，但周围邻居却只顾着看热闹，脸上还笑嘻嘻的。面对一群陌生男人，女孩惊恐万分，奋力反抗，但无论怎么挣扎，都显得那么无力。男孩们笑着安慰女孩，说早晚都得结婚，和谁结不是结呀？这个穿白衬衫的就是新郎，他一言不发，内心早已乐开了花。回到新郎家就看到新郎的亲朋好友早已到场，大家一片欢声笑语，都在等待新娘下车。女孩死死把住车门，但还是被男人们狠狠拖下了车，像拖一件货物一样，看着无比绝望。拖进婚房后，男人们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新郎的七大姑八大姨了。女性长辈的任务是说服女孩同意结婚，他们把女孩团团围住，轮番规劝，给女孩画饼说以后会幸福的，说着还强行给女孩戴上头巾，这意味着女孩即将变成已婚妇女。女孩一心只想回家，哭声里充满了绝望。长辈们也不着急，说服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，甚至几天，会把女孩一直软禁在这里，直到同意结婚为止。几个小时后，女孩稍微平静了一些，还接受了长辈们给的食物，看起来已经妥协了。接下来就要去搞定女孩父母，男方带上一只羊作为彩礼，出发去了女孩家。大概的流程是，来到女孩家就先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，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所以来给你说一声。他们在门外等了好久，女孩父亲终于开了门，显然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，表情看起来很平静，不仅收下了礼物，甚至还热情款待了他们。女孩妈妈说，虽然感觉失去了一些东西，但还是很开心的，相当于自己多了一个儿子，还说自己就是被女孩父亲绑来的。看得出来，这里的人都已经接受了这种抢亲传统，认为这种抢亲是很神圣的。最后为了孩子们的幸福，两家人举杯庆祝。从第2天开始，女孩就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，忙前忙后照顾男方一大家子。记者看得很迷惑，感觉像是男方家里新来了一个保姆一样，但新娘并没有任何埋怨，已经默默接受了这一切。在吉尔吉斯斯坦，绑架新娘是一种传统的结婚方式，这里将近一半的妻子都是抢来的，但其实也发生过很多女孩因为绑架后自杀的情况。当地也有很多人抗议这种陋习，但无济于事，女孩们完全没有选择权，不知道这是不是女孩的悲哀。这是一种长在树上的酒，为了采集这种酒，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，仅靠一根绳子穿梭在高大的树木之间，小哥浅尝几口，味道一言难尽。这种酒就是棕榈汁，采集用到的工具就是一把刀和一个装酒的容器，顺着用椰子壳绑定的节点，一点点往上爬，来到树冠后，将棕榈树花序头部切开，把罐子套在花序顶端，来回敲打几下，用来刺激汁液分泌。敲击手法和力度会影响流出汁液的多少，几个小时后就能收集到少量的棕榈汁。为了能快速收集到棕榈汁，他们不会爬上爬下，而是把棕榈树用绳子链接起来，采完一棵树，顺着绳子就来到了下一棵。要装满1桶棕榈汁，他们一次至少要采集10棵树，1天就要采集2次，把刚采集的棕榈汁经过过滤，等它自然发酵，放几小时就成了棕榈酒。闻起来有一种很淡的酒味，喝起来酸酸的，好处就是很利尿，因为棕榈汁含有糖分，所以也可以用来熬汤。把收集到的棕榈酒过滤一遍，在路边等着收酒的小贩上门。这种酒非常抢手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今天的付出得到了回报，这就是斯里兰卡菜酒人的生活。大叔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拔掉所有电器插头，接着用黑色胶带把信号灯遮起来，说这么做是为了保命。家里没有一盏灯，冰箱成了摆设，电视还被他故意砸坏了。家里唯一能用的就是电脑，用电脑前必须全副武装，戴上墨镜和特制的沥青面罩，上网时间不能超过3分钟，不然身体就会疼痛难忍。大家都非常不理解，但更奇葩的还在后面。大叔出门要戴上用沥青制作的面罩和帽子，
甚至连衣服都用沥青涂抹了一遍，这已经够夸张的了。没想到大叔里面还穿了一件沥青盔甲，把大家看得目瞪口呆。说话间他突然紧张起来，指了指远处的汽车，迅速戴上了面罩和帽子，匆匆回了家。他究竟在躲避着什么？大叔解释说自己能感受到电磁波，刚才就感受到了汽车 LED 大灯发出的电磁波，微弱的电磁波就会对自己造成伤害。每当暴露在阳光下，全身就好像被针刺一样。一身沥青装备就是用来屏蔽辐射的。大叔也去过很多医院，都没检查出任何身体上的问题，但电磁波带来的疼痛是真实存在的。你就说怪不怪吧。大叔认为病因来自之前住的房子，都是因为房顶上的手机基站导致的。大叔壮着胆子走了进去，看了一眼就连连后退，说这里的辐射很严重，只要一靠近，心脏就会剧烈疼痛。可奇怪的是，周围邻居并没有感受到电磁波的伤害，就连记者也没感受到。大家拿专业仪器一测，辐射量远低于安全标准，也就是说，这微弱的电磁波并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。既然大叔说能感受到电磁波，那直接给他做个测试好了。给大叔戴上眼罩和耳塞，让他根据自己的感觉判断电脑的开关机状态。一共做了7次实验，大叔猜错了5次，可以肯定他并不能感应到微弱的电磁波，所以大叔很有可能是心理问题。治疗心理问题第一步就是要勇敢面对。他鼓起勇气去找心理医生，沟通下来才知道，股票投资失败导致家庭破裂，这让他无法接受，继而形成了躯体化障碍，这是一种精神障碍。他们会坚信自己得了某种躯体疾病，不过呢，这些症状可以通过药物控制，但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用爱来治愈。他们把面粉均匀撒在厨房地板上，接着又偷偷安装了摄像机，本想找到在厨房搞破坏的罪魁祸首，结果却拍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。起因是好好的橡胶手套，只要在这家餐厅后厨放一晚，就会被撕得粉碎。怕大家不信，下班前店主又摆上了几双新手套，锁上了唯一的大门。第二天一大早就看到店主和员工聚集在了门口。店主说自己一个人不敢进厨房，等人聚齐后才敢开门。真有这么夸张吗？大家一起来到后厨，记者也被震撼到，好好的手套变得破败不堪，碎片散落一地，像是被腐蚀了一样。你要说有小动物的话，那它肯定会破坏食物，不可能没事去咬手套。你要说是有人故意破坏的，那也不太成立。橡胶手套根本扯不动，即使用剪刀剪过的痕迹太过规则，也做不出这种粉碎的效果。那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？大家越猜店主越慌，最后大家想出一个办法，把面粉均匀撒在地板上，边边角角也不放过，又安装了摄像机，不管是人是鬼，这次一定能找到这个罪魁祸首。第二天大家一起来到后厨，不出意外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，关键地上干干净净，一个脚印也没有。这下大家更慌了，难不成真有那东西？大家赶紧查看录像，发现手套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，自己慢慢开始分解腐化，整个过程显得很自然，画面说不出的诡异。大家不由得后背发凉，赶紧寻求专家帮助。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化学反应，橡胶手套是被氧化剂破坏的，这种氧化剂应该就是臭氧。许多厨房都在使用臭氧对食物进行消毒，白天排风扇会把臭氧抽到室外，但晚上排风扇不工作，臭氧就聚集在了厨房，随着浓度升高，橡胶手套就被氧化，从而老化断裂。为此专家还做了个实验，密闭空间内，当橡胶手套接触到臭氧后，很快就被氧化掉了。专家说只需要晚上也保持通风，把臭氧排到室外，就可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。店主乖乖照做，晚上也打开了排风扇，果然第二天手套真就完好无损。省流氧化反应，他们用摄像机对准深山中的一个狗窝，在远处的车里警惕地观察，拍到的画面让人后背发凉。这狗一到晚上12点就会神秘消失，天亮了又会准时出现。问题是它一直被链子锁着，锁扣非常结实，除非有人帮助，不然狗是无法自己打开的。但是家里人都问过了，没人打开过锁扣，这就很诡异了。大家决定安装摄像机，整夜拍摄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时间来到半夜2点13，突然一阵声响，大家被惊醒，接着就发现狗妈妈又消失了，只留下了2只小狗仔。大家赶紧查看录像，只见它在狗窝附近徘徊了片刻，突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，锁扣就被打开了，接着就消失在黑夜里。看着录像，大家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动物专家反复观看录像，认为问题可能就出在链子上。这链子是有硬度的，只要将链子巧妙地旋转一下，就可以轻松地别开锁扣。只是这个旋转角度不好掌握，但很明显，狗妈妈已经可以熟练地找到这个角度，很轻松就打开了锁扣。但现在还有一个疑问，它为啥每天晚上都要溜出去呢？大家仔细检查了它的出走路线，发现它每天出去是来这里吃狗粮，毕竟吃饱喝足才有精力喂养狗崽子，应该是本能驱使让它这样做。主人也很懂事，在每天的狗粮里又加了1盒罐头，换上了新的锁扣，这样它就不会在半夜消失了。这里的人穷的只剩下了钱，每天要去摆摊卖钞票，把钱当废纸论斤卖，个个都是亿万富翁，却吃不上饭，甚至有人被活活饿死。他们每天拉着成捆的钞票去摆摊，一沓沓现金就像冥币一样，随意堆放在地上，没有任何安保措施，根本不担心被抢。这一幕发生在索马里兰的一个钞票交易市场，这里是全球唯一的钞票交易市场，交易过程也很简单，
不需要点钞机，也不需要验钞机，都是论斤卖，一般1斤能换$1，偶尔多个几斤几两也没关系，摊主有时会多送一些，来挽留回头客。家家户户堪比私人银行，即使有1亿现金掉在路上，也没人愿意捡，因为自己家的钱都卖不完。更奇葩的是，这个国家不被国际社会认可，在任何世界地图上都没有这个国家，所以他们的钞票在世界范围来说不具备任何价值。他们使用的货币叫索马里兰先令，于1994年由国家银行发行。由于官方随意印刷货币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，货币连年贬值，出现钱不再值钱的局面，买颗白菜可能都要花个上百万，所以他们更愿意把当地货币兑换成美元，于是就有了卖钱这一奇葩景象。这里人口非常稀少，就业率很低，当地经济主要以畜牧业为主，由于气候炎热少雨，经常出现干旱的现象，导致饲养的牲畜大量死亡，周围环境一片萧条，即使在首都也没有任何繁华的景象，反而显得脏乱差，大部分地方破败不堪，很少能见到水泥路面。索马里兰的人穷得只剩下钱，却仍旧吃不上饭，令人唏嘘不已。在一片荒山中，隐藏着一座22层的高级酒店，号称是亚洲最恐怖的酒店。酒店常年被烟雾笼罩，外墙还有大片的红色印记，显得异常诡异。虽然看起来荒废了很久，但其实还在营业。据说在周末房间都会订满，不知道住的到底是人是鬼。网站上还有很多负面评论，让人看得毛骨悚然。很多人就留言劝告，千万不要住这个酒店，否则会后悔的。小哥不信邪，决定来探险。酒店位于马来西亚，通往酒店的路迷雾重重，报废汽车随处可见，显得非常荒凉。然而路边硕大的酒店指示牌却显得非常新，处处透露着诡异。而且越靠近酒店，手机的信号也开始变差。来到酒店，顺着楼梯往上走，才发现进入酒店的通道都被封上了。找了半天，找到一部电梯，但按键完全没反应。奇怪的是，电梯的楼层数字却在快速变化，也不知道谁在控制。最后小哥通过紧急出口来到了酒店内部，一切变得正常起来，出现了一条购物街，人也多了起来。他找到了一个店主咨询，店主说酒店旁边有个大赌场，很多人都在那里输得倾家荡产，有些人回到酒店就会选择跳楼，所以这里怨气很重，确实发生过很多灵异事件，有时晚上能听到孩子的哭声。小哥决定在这里订一间，亲自感受它的诡异。回房间的路上，看到一个长期上锁的房间，门上还贴着一个奇怪的符咒。酒店人员说，这间房子被诅咒过，发生过很多超自然现象，没事尽量离它远一点。来到自己的房间，他还煞有其事地敲了3下门。进入房间发现装修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，但怪异的是，床头竟然装了个镜子。虽然在22楼，阳台却并没有封死，向外看去一片雾蒙蒙的，外墙上一片片的红色印记，看着好像是血迹。酒店人员告诉他，红色印记虽然看着恐怖，但并不是血迹，只是因为潮湿生了红色苔藓而已。来到晚上，酒店零星亮起了灯，气温开始骤降，睡到半夜他直接被冻醒了。也许是因为风太大，阳台上的门被吹得一直叫，就像有人在房间吹口哨，不断吸引他去阳台。小哥说不知为何，站在阳台上总有种想往下跳的冲动。为了保命，小哥没敢再睡觉。如果给你1万块，你敢在这里睡一晚吗？这里的女人体重不到200斤，根本嫁不出去，瘦子在这里会被嘲笑。村里男人的梦想就是能娶上一个200斤的老婆。采访过程中，男人们还说出了一个流传1000年的奇怪习俗，更让节目组傻眼。这4位就是当地女神，一个比一个胖，追求者也一个比一个多。他们是准备竞选村花的，竞选标准是要超过200斤，他们吃完饭就要称体重。第1位体重210斤，刚刚及格；第2位体重268斤，还不错；第3位体重284斤，很有竞争力。然而现在的村花表示不服，小心翼翼站上体重计，生怕踩坏。果然，体重计在显示428斤后直接黑屏。不过呢，他现在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。出于好奇，节目组采访了村里男人，结果大家都说自己就喜欢胖的，越胖越爱，无法自拔。还说这种习俗已经传承了1000年，胖老婆能彰显自己的成功，可以到处炫耀。他们这里信奉一句话，老婆要娶胖胖的，生活才会旺旺的。接着大家来到村里有名的模范夫妻家里，一进门就看到女人在睡觉，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，贴心地给妻子涂抹爽身粉。女人说结婚16年，丈夫一直都是这样宠自己，感觉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样，还说自己结婚前瘦巴巴的，一点都不好看。啥也别说了，直接上秤吧，294斤，果然是标准的美女身材。女人又给大家展示了自己的衣服，看着异常肥大，女人却说这是为了凸显身材的紧身裤，穿起来一看确实很凸显身材。女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睡觉看电视，最常说的话就是饭做好了吗？丈夫听到就要赶紧去做饭，说娶个老婆不容易，关键还娶了个这么漂亮的，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。很快丈夫端来了饭菜，给妻子盛上一盆，没一会米饭就见了底。酒足饭饱，拍拍小肚腩，赶紧补个午觉。洗碗这种小事肯定是老公的，妻子只负责胖就行了。女人还告诉大家，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诀就是要多吃米饭，因为米饭属于碳水化合物，可以很好的维持身材。
为了方便妻子出行，丈夫还贴心的打造了专属座位。等妻子上车后，没成想油门踩到底，车子却一动不动。丈夫把车推到平坦路面，车子才勉强走了起来。在路上，老公洋洋得意，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。可以看到，村里像他这样的改装摩托还有很多，一般都说明家里有个200斤以上的老婆，这是身份的象征。比开宝马奔驰有面子，豪华一点的还会安装个遮阳顶。大家不禁感慨，难道村里就没有一个瘦子吗？随后在村里找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一个很瘦的女孩。女孩显得很不自信，一打听才知道，至今没交过男朋友，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剩女。一旁的父亲都愁坏了，说只要嫁出去，不要彩礼，陪嫁100万。即使这样，仍然没有人上门，为此他感到很自卑。可偏偏自己怎么吃都吃不胖，还差点得了抑郁症。节目组当场做起了媒人，要给女孩介绍对象，把街边的一个流浪汉拉了过来。流浪汉看到女孩后，连连摇头，说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。说完直接转身就走了。更让女孩心里不平衡的是，自己的闺蜜却是个标准的美女，追求者众多。这不，闺蜜刚回家，家门口就出现了3个追求者，其中一个已经追了2年。他们在门口蹲守半天，只为看闺蜜一眼，一直待到深夜才离开，还说明天再来。看得出来，闺蜜也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。所以美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自己喜欢最重要。